在村子的边缘，有一对中年夫妻住在简陋的房子里。他们养了一只鹅，这只鹅每天会产下一颗蛋。他们会将鹅蛋拿去市场上卖掉，换取食物。这天，丈夫按照平常的时间来取鹅蛋，鹅正在一旁喝水。当他靠近鹅窝时，发现本该是白色的鹅蛋变成了金色。丈夫起先有些疑惑，接着颤抖着手捧起鹅蛋，揉了揉自己的眼睛。当看到依旧是金色的时候，忍不住用手指敲了一下金色的鹅蛋，坚硬又冰凉的触感传来。他倒吸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难道这枚鹅蛋是传说中的黄金？丈夫将金蛋藏到怀里，然后准备找妻子商量。临走前，他将在庭院中散步的鹅抱进栅栏里，以免鹅走丢。丈夫兴冲冲地走到妻子旁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掏出怀里的金蛋，说：你看看这个。这是……妻子放下手中的针线，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直直盯着金蛋。这一刻，丈夫手中的金蛋散发着看不见的光芒，好像有某种魔力，牢牢抓住妻子的视线。丈夫得意地说：这好像是黄金。妻子跳了起来，赶紧将屋子门窗封得严实，然后颤抖的声音说：这是真的吗？这是黄金？丈夫此时不再犹豫，而是斩钉截铁地说：是的，这是一枚黄金。听到丈夫这么说，妻子深吸一口气道：我们必须将它卖掉，这枚金蛋可以让我们大幅改善现在的生活。丈夫点点头，附和道：是的，我们应该将它卖掉。夫妻俩将门窗关好，匆匆地出了门。他们行走在集市里，寻找愿意买下这枚金蛋的商人。他们询问了一家、两家、三家，但是大家看着他们一身简朴的衣物，只当他们是骗子。一位刚来到村子的行商在一旁打量着夫妻俩，看着他们手中的竹篮若有所思。接连几次碰壁后，两人垂头丧气地走出市集。这时候，行商叫住了他们说：我愿意买下这枚金蛋，你出个价吧。夫妻俩再次燃起一丝希望。丈夫想也不想，便对行商说：这枚金蛋是黄金做的，如果你愿意给我100枚金币，我就将这颗蛋卖给你。行商听了只是大笑，然后对夫妻俩说：100枚金币，这枚金蛋根本不是黄金，我最多只能给你1枚金币。丈夫不相信行商的话，大吼道：你是个不诚实的商人，这明明是黄金，我不会以1枚金币卖给你。行商听了后也不生气，只是对他们说：我并没有欺骗你们，这不是黄金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继续留着金蛋，不过我还会在村里停留一段时间。如果你们想卖掉金蛋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价格就是1枚金币。夫妻俩瞪了行商一眼，气冲冲地走了。他们依旧每天到市集上找人兜售，但是一颗也卖不出去。而那只鹅每天依旧产下1枚金蛋。10天很快过去了，夫妻俩囤积下来的金蛋越来越多，这让他们每天望着那一堆金蛋发愁。这天，妻子终于忍不住了，对丈夫说：难道像那位行商说的，这并不是黄金？丈夫仍执意说道：不，这一定是黄金，你不该听那行商的话。妻子反问道：若这真是黄金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愿意买？而且我们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黄金。丈夫沉默了，看着桌上那一堆金蛋，
心中升起一丝怀疑。他心想，难道这真的不是黄金？妻子见丈夫不说话，又劝道，不如我们还是将这些金蛋卖给行商吧。每颗蛋1枚金币，这些钱也足够我们重新装修我们的房子，添置一些家具、食物和衣物。这比起以往卖鹅蛋过日子好得多了。丈夫想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不再坚持。好吧。隔天，夫妻俩将所有金蛋放到竹篮里，再盖上一块布遮掩。待在栅栏里的那只鹅看着夫妻俩离去，扑棱棱地拍动2下翅膀。众人见到夫妻俩到来，纷纷躲避，生怕被夫妻俩看见。很快，2人便找到那名行商，将竹篮放到台面上。这次夫妻俩气焰全消，丈夫说道，我这里有10枚金蛋，你愿意都买走吗？1枚金蛋，1枚金币。行商咧开嘴笑，没有任何迟疑，立刻说，1枚金蛋，1枚金币，这个价格我愿意支付。夫妻俩原先紧绷的肩膀放松下来，他们对着行商说，我们愿意接受这笔交易。行商收下竹篮，并点了10枚金币交给他们。夫妻俩拿到金币还有些不敢相信，这相较他们过往卖鹅蛋是100倍的收入。这让夫妻俩忍不住幻想未来的日子，只要他们能持续将鹅蛋卖给行商，就能每天收入1枚金币，日子肯定会好过许多。他们连忙向行商道谢，然后踏着愉快的步伐离去。接下来几天，夫妻俩开始张罗起整修房子、购置家具和物资等事宜，只将从鹅窝取出的金蛋放到屋内一个角落，准备等过一阵子再带去卖给行商。等到夫妻俩处理好家中的事务后，他们再次将累积下来的金蛋装到竹篮里，走向市集。2人在市集左顾右盼，却见行商的摊位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只好向其他人打听，这才得知几天前行商已经带着所有买来的货物前往下一个村庄。夫妻俩脸上难掩失望，他们试着再次向其他人推销，但众人再次闪躲，2人只好抱着那篮金蛋回家。回家后，妻子安慰丈夫说，或许下一个行商愿意买，我们只要省吃俭用些，就能等到金蛋卖掉的那天。丈夫听到妻子这么说，再次打起精神。从那天起，夫妻俩每听到行商来到村庄，便会带着金蛋上门，但可惜再也没有人愿意买下它。10天、20天过去了，夏天、秋天过去了，半年的时间让他们花光所有的积蓄，包括那10枚金币。眼看要过冬了，但他们却又回到贫穷的状态。妻子看向鹅窝里那正在打盹的鹅，忍不住埋怨道，为什么你不继续生普通的鹅蛋呢？因为金蛋，我们都快过不下去了。丈夫听到妻子这么说，看向鹅的目光变了。他说，我们等不到那名行商了，看来只能将这鹅杀了卖掉，换些过冬的食物。于是他们在一个夜晚磨好屠刀，将他们最后的财产，那只鹅给杀了，并将所有的金蛋扔到河里。又过了1个月，跟着白雪散开的是一个震撼所有人的消息。那名曾到访他们村子的行商拥有一种无人见过的新矿物，他替国王打造一整套精美的饰品，获得国王一大笔奖赏，而国王宣布要收购新矿物，只要献上新矿物就能获得丰厚报酬。